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你有没有觉得智能车这三个字跟丰田的 logo 有点不搭呢？以前确实是这样啊，以前丰田的车真的没什么智能，但是这台有智能的啊，这台是博智3 X 啊。顺便说个小细节，就是我突然昨天发现，我们很多广州的朋友不知道这个字在粤语里面怎么读，你知道吗？那片尾告诉你正确答案，可能你知道的答案不是正确的。好，我们回来看一下这台博智3 X 啊，这些丰田的车啦，所以呢，它在设计方面会延续丰田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前面是一个锤头刹的造型，所以呢，这台车如果你这样扫一眼的话，会发现，哎，它好像轮廓上像某台我们很熟悉的车型，但细节上又不一样。对，确实这台车其实是用了我们一台中国品牌的车型作为一个底子，去把它升级出来的。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它是一个换壳，不是的，真的不是，是升级的，而且升级的点还挺多的。那些点慢慢再说啊。哦，好，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不好看呢？符不符合现在大家对于新能源车、对于智能车的一个审美需求呢？可以在弹幕上面告诉我啊，打个分吧，1分到5分，你觉得这个设计值几分？但是有个细节我挺喜欢的，就是这个车身颜色，这个叫做皎月银，但实际上它不是银色，它是一个渐变色。你看，在这些地方，大家在屏幕上面应该能看到了，很漂亮，你都不用去贴膜了。好，我们说回智能的部分吧。为什么说这台车是智能车？首先第一个，大家已经留意到了。是这个激光雷达，对，这台车是带高阶智驾，感知方面呢就很丰富了，一个激光雷达加上3个毫米波雷达，加上12个摄像头，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啊，整套感知方案非常完备啊。当然了，实际上呢，在有些地方啊，就是感知元件其实不是用的那么的丰富的，就比如说它的环视是用100万像素的摄像头的，然后侧视呢是200万的，就稍微的不是那么的高，因为有些车型用了300万，可是你要考虑到价格。因为现在这台车广丰放风出来啊，说带自驾的版本是15万级别的，也就是最后的这个车价会落在15万到20万之间。在这个车价已经有一个纯电的带高阶智驾的车型，这真的不能要求太多了。然后算力平台呢，用的是单片的英伟达 Orin X 254 TOPS 的算力。软件方面呢，是跟 Momenta 合作的，直接拿了 Momenta 现在最高的版本 AD 5.0 的版本过来，是一个端到端的模型，整套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实际落地会怎么样呢？放心，智能车研究所来到肯定做实测嘛，我会拿这台车在泉州这里做一个实地的一镜到底的测试，大家记得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的账号，就可以看到这个一镜到底了。你现在可以先猜一下有几个接管的啊。好，我们回到这台车上面，那这台车呢，它是一个尺寸上面应该是处于 A 级车或者紧凑级 SUV 的这个尺寸的，是4.6米的车长，然后1.8米几的车宽，2.7米的轴距。跟广汽丰田自己的威兰达其实比较接近，如果你拿尺子量的话，会发现比威兰达可能还要短那么一点点。可是不要忘记了，它是一个纯电车的平台，所以实际上车里面的空间呢，那是比威兰达更好用啊！这个待会儿慢慢再说。这台车我觉得还是挺丰田的。智能的部分做得很好，但是同时呢，丰田以往考虑的品质啊、实用性啊、人性化这些细节呢，都做得很好的。好，我们到车尾看一下。车尾的设计呢也是一样，有丰田的元素，比如说这个尾灯是不是有点雷克萨斯的影子呢？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些元素，就是比较直、比较前卫的线条啊，这种有点复古加有点科技的结合，我个人还挺喜欢的。然后尾门呢，当然是电动的了，现在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做一个手动尾门了，而且它有感应开启。跟别的车型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我们是这样嘛，用脚来扫的嘛。但这个尾门呢，只要把钥匙揣在裤兜里面，你站在这里几秒钟，它就会自动开启。所以当你捧着东西的时候，这个电动尾门还是挺方便的。丰田做车就是会考虑实用性的。这个尾箱的默认容积是427升，而且下面的行李盖板是有2层的状态的。现在我们是把它放在了下层，所以我们的20寸的登机箱的2个是可以放在这里的，而且下层的旁边还有地方放一个书包啊，放一些别的东西啊。但是它没有那个行李盖板啊。以前我们都说合资品牌的车型，哪怕不给行李盖板，但是那个放盖板的槽是有的。但现在这台完全是没有，因为这真的就是考虑到中国用户的用车习惯了。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用车环境太安全了，没有必要啊。但是在欧洲的话是很有必要的，在国外很多地方还是要把它盖起来，但这个没有。可是如果你考虑到隐私，想加装的盖板的话呢，就没办法了，自己要可能粘在这里吧，想点办法。这里还有个小细节。
大家看到这条缝没有？很多的 SUV 车型后面这里是一个简单的扣子，但是这台车会有一条缝。这条缝有什么用呢？知道的朋友可以打在弹幕上面啊，我先留一个悬念。博智 3X 车里面有很多小细节是真的很用心，考虑到用车的地方，而且是升级的，对，就是跟它原来的车型升级的。来，进来看一下。如果你买一台博智 3X 回家，可能会打开副驾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座椅会往后动哦，有便利进出的哦。这个功能在丰田的车上面基本上是没有的，副驾便利进出，在雷克萨斯上面都不一定有，但这台车给你配了啊，所以它真的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丰田啊。好，说一下这个智能方面，那就是当然一定要说这个车机了，这是一个14.6寸的中控屏，然后背后用855的芯片。因为这台车的入门车型呢，大概会在我估计12、13万吧，不知道啊，3月6号才上市，但反正15万以内。那在这个价位里面，其实配8155的芯片还是比较大方的啊，这个挺不错的。所以呢，能带来一个很好使用的体验，包括它的功能也是很丰富的，还有它的语音的交互也是很顺畅的。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你好，小熊，我在。车窗给我打开3/5。好的，主驾车窗调好了。它有音区的识别，而且它能精确的给我打开几分之几。小熊，你好，小熊，在呢。关上车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小熊啊，这个它有一个这个小熊的这个形象在这里的。这个车机如果实在要挑不好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边框是有点粗的。不过考虑到这是一台丰田啊，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丰田做什么东西，它考虑的就是安全跟耐用。好，然后说到安全呢，这台车还挺多这种安全的细节的。首先第一个，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有留意到一个开关了，但这个不是一个启动按键，这是一个紧急断电的按键。有些车型会把这个按键放在上面的，有些车型可能就根本没有这个按键，但丰田会把它放在一个大家最顺手，而且老司机都知道这是一个开关的地方。这有什么用呢？就比如说在极端的情况下，你的油门被地毯卡住了，车辆在不断的加速了，这个时候你只要按2秒或者快速按3下，它就会断电了啊，车就会停下来了。好，那停下来之后就没有助力了，是不是？那我们老司机都知道，一台车没有助力，方向跟刹车，其实你拼命踩、用力扭还是能动的。但新手司机可能不知道，所以丰田他们又给了这台车一个冗余方案，就是它有一个备份的锂电池放在前面那个发动机舱里面，断电之后，这个锂电池还是会供应电量给方向盘跟刹车的助力，让你可以把这台车给停到路边去，很安全，是不是？还有刹车都还有备份，它的刹车有2套备份的，一套失效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另外一套来刹车，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这台车比起它的原型车型升级的一些点啊。当然还有结构上面啊，比如说下面会有更多的这种加强的这个横梁啊，去加强整个车身的结构啊。就是丰田会在这些安全方面会考虑的更多，而且花更多的成本。那当然这些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点是我觉得买车的时候还是要考虑的吧。好，前面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去后面看一下。哇，这个上车真的上得舒服啊！博智 3X 的2个后门开启角度是80度的，接近90度，所以上下车老人家是很方便。然后小朋友如果坐在这里，你在外面给他系安全带啊、装安全座椅什么的也很方便，这个充分考虑到家用的场景了。智能方面呢，后排其实倒没有什么东西，它没有屏幕啊，也没有什么别的，有的就是4音区，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单独叫小熊帮你开这个窗啊。然后后面的充电口呢，其实就略少的，前方这里有一个 Type A 的，然后呢，在扶手这个地方是藏了一个 Type C， 在这里就只有这2个了。好。我们说回家用的场景，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其实在设计上面考虑的更多是家用，而不是一些就是年轻人很多数码设备这种情况啊。一个是它的空间足够大，小朋友其实可以站在这里，这里是1.2米几的这个高度的空间，所以这样高度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哪怕像我这种1.88米的不标准的身高的人呢，我在前面开车的时候，这个是我标准的驾驶坐姿啊，我都不用把座椅降到最下面。那所以现在座椅的下方呢，其实有足够地方让我把脚伸进去。那再加上它用2.7米的轴距，这个不长的轴距，但是换来一个非常大的车内的纵向空间，那我的脚是完全可以放在后排的坐垫上面的，所以坐在这个座椅上面的感觉是很舒服的，空间是没得说的。然后这一个靠背呢，刚才为什么提到后面那个小槽啊，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啊，就是它是可以往后靠，
那不是靠那么一点点啊，你可以往后，它有很多级的，最后的那级是调到这样子，这比坐在雷克萨斯 RX 的后面还要更舒服啊！而且这样能带来一个额外的收益是什么呢？这样做的时候，现在打开车门，我的脸就会被这个机柱挡住的，这里就看不到了。高级感是不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小细节了，像这个小桌板啊，我们牛马可以办公，小朋友可以做作业的小桌板，也可以吃饭的啊。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在车里面吃东西，有味道啊。还有这个我很喜欢啊，就是它前方的这个扶手储物格的开关是多加了一个开关在这里的，你看。这样就打开了，因为我经常在车的后排休息，有时候想拿东西，在这里拿东西呢，就必须要把手伸到前面去按前面的开关。但是这个小设计其实没什么成本的，但是就真的很好，你在后面就可以拿东西了。那所以对于经常坐在后排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啊，非常的棒。看到方向盘上面这个丰田 logo， 我就忍不住想用这台博智 3X 跟以前的威兰达比一下，但是想想这样实在是不妥的，因为威兰达跟博智 3X 完全是2个时代的产物，不能比的。这台车比威兰达各方面来说都好很多，就比如说动力吧，我现在开的是顶配的165千瓦峰值功率的电机，动力就已经比以前的双擎的或者说是那个汽油机的丰田时候要好很多了。这个电机的动力也是随叫随到的，就是我现在在舒适模式，但是它也只不过是头段的动力输出是稍微柔和一点，只要是大脚把油门踩下去，动力很快就会给到我了。然后包括这个底盘，那当然底盘呢，它就不是那种很运动的底盘，但我觉得相较于以前传统丰田的那种底盘来说呢，它还是会相对硬朗一点的啊。对，说起这个底盘呢啊，其实博智 3X 上面的一些关键的零部件的供应商跟它的原型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台车大家真的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换壳车型，不是的，丰田有它自己的要求，所以它会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择在它的供应商体系里面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合适的零部件配到这台车上面，所以这台车其实开起来还是挺有丰田的味道的，就是底盘是有那种舒适跟操控之间有一个比较均衡的那种感觉，那个韧性是在的。具体点来说呢，就是它的悬架行程是长的，所以你能感觉到，尤其路面有一些比较大的抛跳的时候啊，它会很好的过滤掉那些震动，然后整台车你坐在车里面，尤其在后排的时候呢，它的那种上下的震动不会很明显、很舒服的。可是呢，它的减震器很快能把车身给拉住，所以如果做快速变线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它车身动作是大的，但这个很大的动作只是一下子，就是扭一下马上就收住了，你明显感觉到减震器马上把它给拉住，那感觉其实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底盘是调的挺，就在家用的这个场景下面来说，这个底盘是调的挺不错的了。好，那就说回一些智能车的东西啊。首先在续航方面呢，这台车会有3个续航的版本啊，430、520跟61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而且配置上面有点意思，就是广丰这回听说啊，它会把高阶智驾是放在520公里的这个车型上面，所以他们的思路就变成了把高阶智驾是作为这台博智 3X 的一个主打的配置，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以前可能这种合资品牌它会把这种很先进的东西只放在顶配车型一个，但这台不是，这台车呢，它反而在610公里的那个就我现在开的这个车型上面呢，把这个高阶智驾是作为选配的。那为什么会有610公里这个车型呢？这个车型主打的就是动力跟续航了，因为它会用一个更大的电池，然后一个功率更高的电机。那所以如果对智驾是没有需求的朋友，其实也可以买610公里这个版本。那如果你想均衡一点的话，就可以选择520公里的带智驾的那个版本。这回丰田主要是找到一个很靠谱的合作伙伴 Momenta 在国内的第3方供应商来说，其实除了大家认知觉得最好的华为之外，在华为的后面，现在就是 Momenta 啊、元荣啊、包括地平线啊，其实这几家都做得很不错的。而 Momenta 呢，在高阶这方面呢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因为他们就介入的比较早，所以能拿到更多的数据。他们训练出来的这个智驾模型，现在来说呢，也是表现的
比较好的，所以大家买自驾的时候也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合资品牌了，不要用刻板印象去看丰田了。至于博智 3X 的充电速度还有它的能耗表现怎么样呢？今天条件关系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实测了但是回到广州，到时候等它正式的上市之后，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搞台车回来实测一下的。那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这台车的话呢，记住先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后续的报道一定会呈现给大家的。那最后呢，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就是博智的博智在粤语里面怎么读呢？我真的查过字典的，其实应该读博就是厚薄的那个薄，博智 3X， 你有没有猜对呢？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下回再见了，拜拜。